早安呐！昨天真的是太惨了，逛完美术馆之后就整个爆了，所以也没有去哪里。那今天呢，早上手机又没有充饱电，所以就有点晚出门。我们现在先去那个喷泉，然后再去竞技场看能不能买到票。不能买到票的话，就在外面吧。目前感觉起来，罗马跟佛罗伦斯比较像，并没有说特别脏乱到什么地方。它的景点也都是可以直接用走就走到了，像我昨天走到梵蒂冈也觉得还好啊。在猜会说乱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会打大众运输系统，那我这个人呢是能走呢就靠我的双脚，所以目前呢感觉还好。早上8点半的人。特拉维这个字呢是3条道路交汇点，那这个喷泉叫做特拉维，就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3条街道相遇的地方。这个喷泉呢是少女水道桥古罗马水道系统的一部分，专门将水从郊外引入城市，是由将军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9年建造的，目的是为了罗马浴场和喷泉的供水。那为什么叫做少女水道桥呢？传说一个罗马士兵在寻找水源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罗马少女向士兵显示了这个位置，所以才因此而得名。特拉维现在巴洛克的设计呢，是由罗马教宗下令建造，由建筑师 Nicola Savi 于1732年开始这项工程。这位建筑师在1751年不幸过世了，直到1762年，整个喷泉才正式完成。喷泉的中央呢是海神尼普顿，两侧呢有2匹不同的战马，一匹比较温驯，代表着风平浪静；另外一匹呢，看起来比较难以驯服呢，就代表着狂风暴雨。两侧的女神呢，代表了健康和丰饶。那上面的浮雕呢，显示了少女水道桥的故事。再上一层的4位女神呢，则代表了春夏秋冬。最顶层呢是教宗的徽章。那因为《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这部电影呢，又延伸出了这座喷泉可以许愿的这个概念。那据说投入1枚呢，是会再次回到罗马；投入2枚呢，是会收获爱情；投入3枚呢，是保证婚姻的幸福。又有人说是2枚可以完成学业工作，3枚是爱情会修成正果。因为这个原因呢，每天据说会有3000欧元的硬币被投入喷泉之中，变成了罗马政府一笔不小的观光收入。那我自己在造访这座喷泉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看到有人在许愿啦，也是蛮神奇的。拍完喷泉呢，我们现在要去竞技场，就看看运气吧，不能买到竞技场的票。来罗马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要1个月前就要订好。从喷泉呢到竞技场的路非常的好走，就是一条路直直的就到了。杭州东的64号公车，财务死亡公车。这栋纪念建筑呢，是用来纪念意大利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第1位意大利国王艾曼纽2世，还有第1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未知士兵。从艾曼纽纪念碑过来呢，就是这条非常有名的大道，前面就是竞技场。这条大道的出现呢，其实是因为墨索里尼他对罗马竞技场跟周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用来强调意大利的古罗马遗产，并将自己塑造成现代凯撒。但是这条大道呢，横跨了古罗马论坛和凯撒论坛，导致了这中间大量的考古遗迹被破坏跟埋葬。是竞技场啊，人真的很多，所以我应该就不进去了。
马竞技场的正式名称呢，其实是 Flavian Amphitheater。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叫它 Colosseum 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尼禄曾经在竞技场的旁边建立了一座自己的巨大雕像。那 Colosseum 呢，在拉丁语是有巨大、庞大的意思。随着时间流逝，虽然雕像不见了，但 Colosseum 这个名字就被保留下来，代称竞技场。这里呢是很适合拍罗马竞技场的位置。罗马竞技场呢，建于公元70年到80年。除了角斗士之间的战斗，还有野兽狩猎之外呢，还可以进行海战的表演。模拟海战的时候呢，剧场的底部可以被注满水。以前呢，如果太阳很大的话，竞技场还会用巨大的遮阳布由水手操作遮盖整个观众席。那这个竞技场呢，有非常巨大的容纳能力，大约可以容纳5万到8万名的观众。那这个罗马竞技场呢，总共5层楼，第一层呢是皇帝和贵族的座位，第2层呢是上层阶级的座位区，第3层呢是有钱人的位置，第4层是平民，最后第5层呢是给妇女站立用的。那地下层呢，则是野兽跟角斗士的位置。去罗马竞技场呢，跟去梵蒂冈博物馆一样，建议事先订票，是要多付2欧元的线上订票费用。不过真的会省下你很多时间跟麻烦，而且我同样建议大家去订有导览的门票，会更方便、更快速一些，还不用自己做功课。这个官方订票系统真的是我这辈子用过最难用的系统了，不知道为什么它明明有位置，却不让我付钱跟预订。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甚至提前1个月，它释出新位置的时候，就赶快去预订自己想要的票种跟时间。和导览的票当然是最贵的，那剩下的票呢，大概在20欧，就是差在能不能进到中央 Arena 区域，还有地下层。那竞技场的门票呢，一般都包含了去旁边的罗马论坛，还有帕拉丁山的票。人真的好多哦，到了大家都起床的时候。决定不进去，不排队进去竞技场，去一些比较少人去的景点吧。这座教堂呢，建立于西元5世纪，最有名的呢就是它是整个教堂是一个圆形的状态，还蛮少见的。离竞技场蛮近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过来看看，蛮有趣的。后面呢，就是这边的凯旋门。这好像是这种 bus 的站台。旁边这边呢，就是 Palatino Hill， 那看起来是需要票进去才拍得到。哇，刚刚真的是突然暴雨，现在雨又停了。开始下暴雨了，那还好我这件雨衣很赞。对面这边呢就是 Palatino Hill， 这边呢叫 Circus Maximus， 很大的一片长长的空地。它建于呢公元前6世纪，是以前举行马车竞赛的主要场地。这边的楼梯已经变成水池了，这边对面还可以上去。对面的这个帕拉丁山呢，是罗马7座小山之一，也是最古老的居住区之一。它呢，一直以来就是权力跟财富的象征，许多重要的人物和统治者都住在这里面。传说呢，它是罗马城的创造者被狼女养大的地方。不会是要拍那个神奇的钥匙孔的队伍吧？你可以相信大家排成这样子，为了从一个钥匙孔拍出去看到圣彼得大教堂吗？
这家店呢是评价还不错的寿司吃到饱店，午餐时间是24.9欧，晚餐是30.9欧。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找不到寿司店，每次吃寿司都觉得自己快破产，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的话，非常推荐来。如果呢是从亚洲来的话，那我就非常不推荐来，因为他们真的很不会煮米，米都会有一点有米心的感觉。亚洲一定有更多、更好吃、更便宜的东西。广场呢，最有名的就是前面这个喷泉了。这个喷泉呢，就是传说中的4合喷泉，是由意大利的雕塑家跟建筑师贝尼尼在1651年完成。那4合喷泉呢，代表了当时已知的4大洲上的主要河流：非洲的尼罗河、亚洲的恒河、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跟欧洲的多瑙河。那中间的那个方尖碑呢，则是装饰着鸽子和教宗家族的徽章。这座万神殿呢，建于公元前27年的罗马共和时期。那相传呢，公元69年被大火焚毁，直到公元125年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重建。那它最初的用途呢，是作为罗马所有神明的神庙。7世纪的时候被改变为基督教的教堂。那文艺复兴时期呢，这栋建筑成为了意大利建筑师的学习对象。罗马给我的感觉跟佛罗伦斯差不多，并没有越南边越脏乱。每天平均大概走25000步，走2天呢是可以完全 cover 到罗马所有的重要景点，而不用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对于害怕脏乱、担心扒手的人来说呢，一双好走的鞋子完全可以让你攻略罗马。我呢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那一双 Skechers 的鞋子完全让我完成了这项挑战。然而，罗马虽然是一个观光大城，但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观光友善的城市。光是订票就订得我一个头两个大。首先，票种非常的繁多，尤其是竞技场的票，官网的界面非常的不友善，甚至你要订票的时候，你订下去了，他也不让你付钱，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对于第一次挑战自助旅行的人呢，我非常不建议到罗马。那这边呢，你出5个我重来一次会做的事情给大家参考。首先，第一个，在机场就一定要买好 Leonardo Express 来回的车票。不然的话呢，你在罗马火车站 Roma Termini 买票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麻烦。首先呢，它在那个月台前面就只有一个售票机，然后大家大排长龙。那你如果要去其他地方买的话呢，你到你的月台又会很远，来往的旅客就很喜欢在你的队伍面前擦来擦去，整个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建议大家呢，事先就买好来回车票。第二点呢，一定要在提前1个月，在它新一轮票释出的时候呢，就上网订梵蒂冈博物馆跟竞技场的票，这样才能订到你想要的时间点。而且一定要记得去买免排队的门票，不然你真的会就是崩溃。现场排队呢，除了大排长龙之外，还会有人靠你很近跟你要钱。另外呢，我甚至觉得你可以直接去买有导览员的门票，因为导览除了不用排队之外呢，它还有特殊通道给参加导览的人，所以你就不用去人挤人，也不用说哦，你这边逛完了，你还要出去，然后走很远，然后再回去另外一个景点去逛，这样比较方便。除了官网之外呢，像什么 KKdays、Klook 也可以就是订这些门票，但是建议大家最好去看一下它下面的评论，说这个大家的反应如何，能不能马上就是找到地方去领票，避免去跟现场去跟其他就是在那边兜售的人买票，这样你可能会被骗还是什么的。第4点呢，就是要在淡季跟
比较少人的时间去这些景点。像我去的时间点是2月，那2月通常来讲是意大利的淡季，而且气温大概在10几度，快20度左右，并没有说到太冷，也不会到太热，非常的舒适。但是就有可能会有比较多下雨的机会，千万不要在旅游旺季、暑假那种7、8月去，除了人多之外呢，也会热到让你崩溃。再来就是呢，建议天一亮就出门，或是天还没亮就出门，然后天亮的时候到景区，或是在景区开门前到景区，这样你才能拍到想要的照片。尤其是圣彼得大教堂，绝对要在开门之前到，不然的话呢，后面排队真的是大排长龙，我就看到就是整个广场绕一圈，我完全不会想进去。最后呢，就是去罗马之前一定要事先做功课，不管是相关历史功课、旅游功课等等。那如果不想做功课的话呢，就记得看我的影片咯。另外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像我一样把饭店呢直接订在罗马火车站的旁边。相信我，你绝对不会想要拖着行李走在罗马的大街上，或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或是付很多钱去搭计程车，甚至搭计程车，你还有可能被哄抬车价。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我按 like、收藏、分享。下次去罗马就照着玩。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